32岁妻子因心脏病离奇去世，丈夫的种种行为使得妻子的去世看起来没那么简单，背后有何隐情？妻子因何而死？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没那么简单的死亡。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发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加斯顿县。在这个只有10多万人口的小县城里，生活着一个平凡而幸福的女人，叫做史黛西。她1986年出生在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拥有美好的童年。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嫁给了自己的高中恋人，大她3岁的男子约书亚。丈夫约书亚呢是一名医护人员，在一家飞行俱乐部工作。两人从高中就认识算是从校园走入婚姻的甜蜜情侣了。夫妻2人呢一直是身边人羡慕的对象，直到生下孩子后，这看似平静的生活却开始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2013年2月生下大女儿后不久，原本身体一直很健康的史黛西突然出现了心慌气短等一系列异常的身体不适，但却一直查不出原因。或许觉得是产后身体比较脆弱，这次健康问题并没有引起史黛西的注意。1年后的2014年的11月，史黛西又生下了小女儿，并再次出现了健康问题，心脏心率异常，血压过低，还因此在加护的病房住了好几天，同样查不出根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病得越来越厉害。在2015年的1月，史黛西甚至一度因为心脏骤停而被送到了医院里，需要靠呼吸机辅助呼吸。而医生们给她做过许多的检查，就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会让原本健康的人生了孩子后就莫名其妙地出现心脏疾病。就在医生想要查清楚她到底哪儿出了问题时，史黛西被丈夫接回了家里疗养。当然，在外人看来，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丈夫约书亚本身就是医疗工作者，平时就可以对妻子进行很好的观察和照顾，没必要一直待在医院里。在随后的日子里，史黛西依旧照常生活，陪伴他们2个女儿成长。但不幸还是发生了。这些年里，史黛西曾经多次因为心脏问题进过医院，所以在2018年9月23日，她突然心脏病发于家中去世，人们也没有太过惊讶，都以为她是病逝了。由于史黛西才仅32岁，从始至终都没有明确的病症，所以按照正常的流程，这种意外的猝死应该要进行尸体的检查，查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史黛西的死。但这个时候，史黛西的丈夫约书亚却强烈的反对尸检，给出的原因是不希望她身体变得破碎。至于史黛西的具体死因，他似乎一点也不好奇。不仅如此，他还强烈要求直接对史黛西的尸体进行火化，认为这才是对遭逢不幸的妻子最好的慰藉。就这样，在丈夫的强烈要求下，史黛西在家中意外猝死后就直接被火化了。正常来说，事件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但有一个人并不这样想。在亲朋好友的角度来看，史黛西的离去非常令人惋惜。从此往后要独自抚养2个年幼女儿的丈夫约书亚也很可怜。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中，真正伤心的可能不是丈夫约书亚，而是史黛西的妈妈苏西。苏西得知女儿突然去世的消息后，除了震惊难过，还产生了许多的疑问。首先，女儿多年来身体很好，结婚后这几年却频频出现原因不明的心脏问题，因病去世没查出来结果，也没有继续追究。这次死亡就算是疾病引起的，也至少要知道得了什么病吧。但死因却谁也不清楚，这不是死的不明不白吗？其次，看似从校园到婚姻育有2个孩子应该很幸福的女儿，其实也有着难言之隐。女儿就曾告诉过妈妈，约书亚婚后曾经出轨，被发现后2个人吵得很厉害，闹得很不愉快。女儿还曾回到娘家住了几天，但对外约书亚却表现得像个很专情、一心只顾家人的丈夫的样子。比如2013年的7月，夫妻俩的住宅遭遇了一次意外的火灾，约书亚当时还特意上网去募捐，说大火摧毁了2个人所有的财产，加上妻子史黛西生病，希望大家能够伸出援手，帮助一家人渡过难关。之后呢，史黛西几次入院，约书亚都会在募捐的网站上更新，希望能筹到钱。这样的行为在外人看来确实很关心老婆，也很关心这个家。但事实呢，在史黛西离世之后，举行丧礼的各种费用却是妈妈苏西出的，约书亚1毛钱都没有掏。如果真的深爱着妻子，可能这么做吗？
最为古怪的是，两人明明都才30出头，生活平稳，身体还算健康，但约书亚却像未卜先知一样，在史黛西死前为他买了2份意外死亡的保险，受益人都是约书亚，仿佛对史黛西的死亡早有准备。加上史黛西死后，他极力劝阻尸检，并且要求立刻火化。作为母亲，苏西觉得女儿的死并不简单，而女婿约书亚和这一切肯定脱不了关系。所以综合过去种种事件，苏西向警方透露了自己的怀疑，希望警方可以立案调查。警方接到报警后，也认为苏西的怀疑挺有道理的，但眼下苦于没有具体的物证，只有确定史黛西的死亡是人为的，才有可能对嫌疑人进行调查。但是尸体都火化了，怎么去查史黛西到底怎么死的？这能难住警方吗？警方多次搜查了史黛西夫妇的家，却始终没有找到史黛西被害的蛛丝马迹，案件陷入了僵局。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全方位的调查后，警方发现史黛西生前曾经在一个器官捐献机构登记过，还在那个捐献中心留下了一份血液样本。经过一番程序，警方找到了这份血液样本，并送往实验室进行测试。因为涉及到了死亡原因的排查，要比普通的血液检查更详细，而检查出来的结果也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史黛西生前留下的这份血液检查样本中，四氢唑林的含量非常高，这是一种存在于眼药水和鼻喷雾中的化学成分。原则上呢，少量使用是无害的，但如果食用则会引起呕吐、腹泻、恶心、癫痫发作，甚至心脏骤停。史黛西血液中的四氢唑林浓度已经超出了安全范围3到40倍，足以导致心脏的衰竭和骤停。四氢唑林大家听起来应该是挺陌生的，我专门查了一下，日本的网红眼药水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就是这一款。前2年呢我也买过，当时就觉得这个眼药水特别的好用，滴完之后呢眼睛感觉清爽很多。但是就是这种眼药水中就含有四氢唑林，四氢唑林呢实际上是一种血管收缩剂，属于肾上腺素类的药物，使用之后去红血丝等效果特别的明显。四氢唑林的主要作用可以让血管迅速的收缩，对心血管会造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一些心血管系统存在隐患的人，在长期使用这些眼药水之后，可能会出现极强的副作用，在极端的剂量下会迅速导致心力的衰竭。比如参天这款眼药水就因为含有四氢唑林，在加拿大就是禁售的，国内也有相关的负面报道。如果你也有用日本网红眼药水的习惯，一定要注意其中可能隐藏的安全隐患。回到案件中，结合史黛西之前的医疗记录来看，她的死亡方式完全符合四氢唑林摄入过量的情节。警方有理由相信她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毒死的。而这种毒可能是被投入了她日常使用的眼药水中，在她滴入眼药水时就已经中毒了。用四氢唑林作案本就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方法，而史黛西生活周围唯一懂医学知识、有能力执行这种杀人方式的只有约书亚。确定了史黛西是被人毒死的之后，警方立即就对嫌疑人约书亚进行了一番调查。通过走访他周围的朋友，调查他的财务状况，警方发现约书亚在妻子死后日子过得简直是丰富多彩。他作为受益人领走了2份总共20多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整日和朋友们吃喝玩乐，言语神色在朋友们看来完全没有丧妻之痛。同时警方还注意到史黛西死了才没几个月，他就已经有了新女友并同居了，一个暗中投毒害妻骗保的真相逐渐浮出了水面。警方对约书亚进行了传唤和审问，而他的供词也足以证明他和史黛西的死脱不了关系。约书亚前前后后给了几个互相矛盾的死亡现场描述。他一会儿说妻子死亡的时候他不在场，而是去了路上确认车子有没有锁好；一会儿又说他是和朋友去散步了，目的是想减肥；一会儿又告诉丈母娘，史黛西死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餐桌旁的电脑前背对着史黛西，他是在史黛西突然倒下后发现死亡的。除了供词对不上有作案动机之外，约书亚还具备作案条件。他是一个飞行俱乐部的医疗护理人员，他的日常训练和经验让他有机会知道四氢唑林的作用和毒性。同时警方调查发现，他能接触到的医疗用品中也有含有四氢唑林的药物。从作案动机到作案能力都完整后，警方对约书亚进行了正式的逮捕，并以1级谋杀罪对其提起指控。很遗憾的是，史黛西已经火化，警方没办法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约书亚就是害死史黛西的凶手。到今年案件已经过去有2年的时间了，约书亚依旧处在被羁押的状态，仍未被审判。
在2019年的12月20日，史黛西的姐姐杰西卡获得了2个女儿的永久监护权。妈妈苏西向媒体表示，无论怎样，不能再让约书亚带着2个孩子成长了。可对于约书亚的法律制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